欢迎收看梅子说。时间过得很快，2023年已经到来了。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糟透了。今年全世界能不能过上一段好日子呢？今天就给您讲一讲世界最著名的3大预言家：保加利亚神婆万加、英国灵媒帕克和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3年的预测。1996年去世的保加利亚知名预言家万加生前做出的对2023年的预言，引起了许多欧洲人的强烈兴趣。鉴于当前紧张的世界局势，欧洲人担心今年的预言会成真，因此感到担忧和恐惧。在我揭秘保加利亚神婆万加的2023年的6大预言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身世。万加1911年出生在保加利亚，他12岁那年被一场龙卷风卷走了，可他奇迹般的生还，但是从此就失明了，成了一个瞎子。他在那场龙卷风里可能得到了神助，从那以后他就拥有了超能力，可以预见未来，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各种高官都去找他算命问事。在1942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3世还专程登门去访问了他，可见他预测水平之高。1996年，万加去世了，但他生前预言了未来3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直预言到5079年。他生前预言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戴安娜王妃的死亡、911恐袭、苏联解体、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英国脱欧等事件都说中了。他还预测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根据他的预言，冲突将在2027年结束，只有乌克兰第8任总统才能将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有意思的是，现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第7任总统。那么也就是说，下一任乌克兰总统将结束俄乌战争。根据统计，保加利亚神婆的预言成功率达到85%，所以每到岁末年初，欧洲的新闻媒体就要把保加利亚神婆万加对那一年的预言挖出来说事儿。万加对于2023年有6大预言。第一点是生化武器。他预测2023年全球使用生化武器的频率将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多。这一条看起来很有道理，尤其是在俄乌冲突持续恶化之下。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已经警告，莫斯科正在考虑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而俄罗斯则直接公布已经在乌克兰发现30多座生物实验室，并获得了相关的文件。其中，美国在乌克兰有26座生物实验室。这些信息令万加的预测听起来更加是言之凿凿。他的预测是一种类似于另外一种瘟疫的病毒将在实验室中被制造出来，而这正是俄罗斯对美国实验室的指责原因。万加对2023年的第2个预言是，地球可能面对一场可怕的太阳风暴。黑暗来临。太阳风暴是指太阳上的剧烈爆发活动及其在日地空间引发的一系列强烈扰动。如果他的预言成真，反常的太空天气可能会破坏电网、卫星通信以及互联网设施，人类生活和工作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与欧盟警告的大断电一致。万加的第3个预言是实验室婴儿将出世。这一条看起来也有可能因为现在伊隆马斯克的人机对接大脑芯片项目已经进入了投入使用准备阶段，这也预示着科技与人类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万加也早有预言，在2023年会有实验室婴儿出现。这个实验室婴儿比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试管婴儿技术要高级得多。
试管婴儿技术是让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受精成胚胎，然后将胚胎移植到母亲的子宫里长大，而实验室婴儿直接让胚胎在试管里长大，就好像种蔬菜似的，成熟了就可以拿出来，让父母抱回去养。这个技术能不能这么快的实现？我们有1年的时间来验证。说不定美国的科学家早就在实验室里已经实验成功了，只是选择在2023年公布，这也未可知。保加利亚神婆的第4个预言是地球改变轨道。这一个预言最令人担忧。如果地球改变轨道，将出现2种结果：地球距离太阳过近，会导致辐射过强，全球温度大幅上升；距离太阳过远，又会进入冰河时代，两者都是毁灭性的。保加利亚神婆的第5个预言是核电站会爆炸。这一预测并不新鲜，因为在欧洲每年都有这种说法。不过在俄乌冲突下，这让人联想到可能处于战争危机中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保加利亚神婆的第6个预言是核战争会打起来。2022年，普京已经喊了1年要扔核弹了，但都是狼来了，没有行动。2023年，也许他会来真的。如果核战争真的发生，将有30亿人死于其中，另外还会有人将死于饥饿、辐射和战争。我们现在需要祈祷的是，希望保加利亚神婆的6大预言不会成真。在2022年经历了难民危机、金融危机、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众多困境的欧洲人，现在已经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国灵媒帕克对于2023年的预言是什么。帕克准确地预言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在2022年年底去世，而且他还说中了中国的白纸革命。他在2022年10月份预言中国年底有大的政治动乱。那个时候，中国的20大刚刚召开，政府对一切都管控得很严格，整个局势固若金汤。他预言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发生政治动乱，但是很快的，还真的在2022年11月26号爆发了席卷全中国的白纸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帕克，他有天眼，可以看得到未来发生的事情。他的预测相对于别的预言家来说更具体，会说出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所以这个难度更大，也更容易被时间验证。帕克对于2023年的9大预言是：第一，第3世界国家食品短缺，特别是在中国。第2大预言是经济困难和金融危机都会发生。第3个预言是俄乌战争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冲突，普京有可能在2023年死亡。帕克还预言2023年12月或者2024年俄罗斯会使用脏弹，也就是核武器。这一点帕克与保加利亚神婆的预测一致。帕克对于2023年的第5大预测是台海会发生海上的冲突，中国会主动挑衅，但不是全面入侵，冲突会导致对中国的海上禁运。帕克对2023年的第6大预测是中东会有突发事件，以色列很有可能空袭伊朗的核设施，伊朗会爆发革命。帕克对2023年的第7大预言是前往美国和欧洲的非法移民，特别是从非洲涌向欧洲的移民会增多，冲击整个社会。帕克的第8大预言是太阳系内会发生一场宇宙事件，不是陨石撞击地球，而是太阳闪焰，影响人类的科技运转。这一点帕克也与保加利亚神婆的预测一致，看起来很有可能会发生。帕克的第9条预言是2023和2024都会很有挑战性，但会是人类面临实质性困难的最后2年。
也就是说，从2025年开始，人类的日子就会好过了。与帕克齐名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呢，则因为准确地预言了2020年的新冠病毒瘟疫而扬名全世界。他是用古老的印度吠陀占星术来演算的。他预言2023年人类会惊现巨大的过渡，有4大巨变。阿兰德指出，每当土星和火星力量聚集，世界就会有重大的重置，包括经济社会、政府、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例如，发生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阿兰德又说，这一次星象土星和火星聚集是将近500年占星事件周期中重要的一次。最长的月食，土星和火星的合相一起发生在卡拉萨帕瑜伽之内，形成5星连珠，会导致从2023年4月开始持续1年半时间，世界将会发生巨变。未来20年将是人类粮食安全最严峻的年份。这一点，他和保加利亚神婆以及英国灵媒帕克的预言一致。阿南德强调，粮食安全和粮食危机的问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人类乱用农药、化学物质造成了污染，破坏了土地的纯净。不久的将来，大自然或许会引发一场绿色革命来回敬人类。如果人类现在不停下来思考可替代的方案，不将地球视为母亲而是机器，地球的绿色革命有可能会变成黑绿色革命。那个时候，地球很多地方都将寸草不生，人类将没有粮食可吃。好了，今天的梅子说呢就到这了，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